美国的大而美法案全面生效之日，就是美国向全球发起新一轮经济战之时。这个全网都在讲的美国新推出的法案到底有多炸裂啊？先解释一下啊，核心就3条，但是条条都将搅动全球市场啊。第一，继续提高这美债上限，从36万亿美元提高到41万亿美元。第二，给美国的中产和美国企业减税，企业税率从35%一刀砍到21%，而且永久执行，相当于10年少收了4万亿啊！那这少收的税窟窿怎么补呢？居然是砍福利、砍补贴，也就是第3点，属于老百姓1.1万亿的医保、1470亿的食品援助，说砍就砍。新能源补贴也全线取消了，电动车、清洁能源行业通通备受打击啊！不少人都在说呀，这川普典型的劫贫济富嘛。但这还只是表象，川普的大而美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算盘？又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？这条视频3个问题把这件事儿说明白。要搞明白整个法案的逻辑啊，咱们得先搞清楚这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这美债上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年年都有人说这美国债务要兜不住了，但每次这美债只要它一碰到上限，上限就会被它调高，这它设个上限还有意义吗？你看啊，这美国债务上限是怎么来的？最开始美国政府举债那是会被国会监督的，每次借钱都要国会批准。那后来呢，国会嫌麻烦，就说干脆我们给你们设个上限吧，只要不超过这个上限，你们随便借，好吧？所以这债务上限啊，一开始就是美国人自己给自己立的规矩。从1960年到现在，美债上限已经被调整了快80次，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，额度从2000年的5万多亿美元直接干到现在的41万亿啊！这不就等于一个人的信用卡年年刷爆，还一直提额吗？那问题来了，你不断刷爆信用卡，那也得有人还愿意借钱给你才行啊！既然美国这么不守规矩，为啥还有人愿意借钱给他呢？因为只要美国的 GDP 在世界占比还足够大啊，美元还是全球老大，市场就会有人愿意借钱给他啊！这就像那个房价上涨的时候，你哪怕背一身房贷也不怕吧？你看啊，哪怕是2024年，美国的 GDP 依然占全球的26.3%，德国、日本一年干出来的那还不如美国一个季度多呢。但话说回来啊，这种不断调高债务上限的发展模式，终究是饮鸩止渴。一旦美国经济增速放缓，美元的地位被撼动，这张超级信用卡就会从神器变成烫手山芋，而美国真正的隐患或许就埋在这张被无限透支的卡里。好，债务说清楚了，那再来看这第2个问题啊，就这个法案，就连咱们看着都像劫贫济富，怎么还有美国人支持？马上中期选举就快到了，川普不怕丢选票吗？别急啊，表面上看，川普是把1000多万人踢出了医保啊，砍福利、砍补贴，好像得罪了老百姓。但你真以为他傻？他精着呢。他的票仓是谁啊？传统的制造业、矿业，还有农业的蓝领工人。这群人什么特点？收入一般，但是生育意愿强。大而美法案里的各种减税，什么小费免税、加班费免税，孩子越多抵税越多，这些也是真金白银啊！至于医保，美国的免费医保向来只针对低收入和困难人群，大部分普通人本来就是要花钱买商业医保的，所以一定程度上，这川普敢得罪的只是美国最底层的穷人啊！再说这取消新能源补贴，别忘了那些帮川普上位的金主们，大部分可都是传统能源的大佬啊，干石油的、军工的，搞各种矿的。除了马斯克，估计现在心里都应该乐开花了吧？所以表面上看他是劫贫济富，实则呢精准投喂票仓。那么来吧，第3个问题，这个法案到底会给全球造成什么冲击？川普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说到底啊，这大而美针对的根本就不止美国国内，而是一场对外精准博弈的排兵布阵。你看他选的时间点啊，卡在7月9号关税大限之前，先把国债额度拉满，再把企业税一刀砍到21%，吸引美元资本回流美国，同时再追加1500亿美元的军费，导弹、战舰全面升级。很明显，川普是为一场全面的经济战、金融战、供应链脱钩战做动员。
不难想象，接下来的关税谈判，川普只会更强硬。他的算法很简单啊，绑架全球经济，给美国换一个更有利的新秩序。而这大而美，就是他头一个冲锋的号角啊！散会。